作家托尔金笔下的世界，甘道夫是维拉派来引导中土世界的人们和黑暗魔君索伦抗争的5个男巫之一。甘道夫的肉体是会陨灭的，会受到中土世界自然规律的控制，但他的灵魂不灭。他以灰袍甘道夫的身份死去，然后以白袍甘道夫的身份复活。在沃卓斯基的剧本里，一个被唤醒的人只需要接入并且盗取黑客帝国的2进制码，就可以在几秒钟内学会怎样开直升飞机。如果你是救世主、黑客任务或救世主之一，你甚至不用什么直升飞机，你需要的只是一副酷酷的墨镜。柴郡猫可以把自己的头抛着杂耍， iPad 只是最基础的。魁地奇球赛不会结束，除非有人抓到了金色飞贼。关于生命、宇宙和一切终极问题的答案绝对是42。就像现实生活一样，虚幻世界的运行也有一套固定的自然规律和社会法则。这就是为什么这些错综复杂的虚幻世界是可信的、可理解的和值得探索的。现实世界中，万有引力定律把全套7册《哈利波特》牢牢固定在全球数百万的书架上，我们对此毫不怀疑，而我们同时也相信，当 J.K. 罗琳写下男巫、魔杖和悬浮咒时，万有引力定律在书架上的小说内容里凭空消失了。科幻和奇幻小说作者字面上而言就是世界的创造者，他们创造规则、地图、宗族、语言、文化、宇宙，整个宇宙中交替着多重宇宙，从这些世界中一个个故事接踵而生。倘若妙笔生花，读者便能像书中人物角色一样理解虚构世界还有其中的法则。有时候与书本外的现实世界相比，读者反而更能理解书中的世界。不过这是如何办到的呢？怎样才能让文本引人入胜，并把信号发送到读者脑海里，让我们以感情和逻辑解读成复杂的故事，驱使我们奋斗、哭泣、歌唱，并且去思考。这些文本不仅仅强有力地支撑起作者一手创造的世界，并且在阅读时改变读者对现实世界的看法。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会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，但是每天在我们的脑海中，在电脑上，甚至在街对面餐厅的餐巾纸上，都会创造出奇幻、虚构的世界。事实上，只要你有想象力，并且愿意以不一样的视角看待周遭的世界，一部小说的素材就已足够了。我没能够想出霍格沃茨或是星际大战的星际酒馆，但我为儿童和年轻人写过一些科幻惊险小说。接着要与各位分享的方法和问题，就是我用来创造书中描绘的世界。我从最基本的时间和地点开始，无论是奇幻世界还是未来的现实世界，场景是非常重要的一点。你要清楚你的故事是发生在过去、现在还是未来。我习惯创建一个时间表来交代这个世界的演变，历史事件是如何形塑现状的，然后回答那些勾勒出我虚构世界细节的问题。这里有什么规则？这可包罗万象了，从有无重力的影响到社会规范，以及对违反规则的个人的惩罚。政府组织的形态，谁掌控权力？哪些人是没有权力的？人们共享何种信念？社会最重视的价值观。然后就是考虑日常生活，天气怎样，居民的住所、工作场所以及学校位置，他们的饮食、娱乐、教养下一代，还有赡养老人的方式。虚构的世界里，居民和动植物之间的关系，以及这些动植物的外观，当地所拥有的科学技术、交通运输、通信联络和获取信息的方式，需要斟酌之处可不少。所以花些时间好好考虑这些事情和这些问题的答案，那么你就已经具备充足的条件去开创你自己的奇幻世界了。一旦你了解自己笔下的世界，如同你希望读者心有灵犀一样，那么就让你的人物徜徉其中，看看事情如何发展。问问你自己，你所创造的世界会怎样影响身处其中的人？可能会产生什么矛盾？回答了这些问题，你就创作出了自己的故事。祝你好运，未来的世界创造师。通过我们的视频，继续揭开文学的秘密，了解什么造就英雄，
确保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值得分享的课程。